阿姨侬好。侬好。你是上海知青了？哎，对的。你哪年回来的？93年。哦，93年应该说你还没退休了。厂里面关掉了。厂里面的时候已经有内退了。就是不是为了扎定嘛？我们纺织厂为了扎定，然后呢，就是一部分人呢就可以那个了，可以就像下岗，把那个一半的厂要给它拆掉。那么你93年，你现在这将近30年了要？回来30年了。30年了呀。这个30年，我的妈，酸甜苦辣都有了。这个30年，我回来时是93年回来的，然后呢把小孩带回来了。那个独生子女可以回来了吗？有独生子女，我想小孩一个人到上海来，我也不放心。刚好厂里面也扎定了嘛，就叫我们下岗了。好，我就带着孩子回来了。那时候工资呢就270块钱。到了上海有个270块钱能生存吗？地方没地方住，要建房子也住不起。那么你上海的房子呢？上海后来我父亲刚好我回来呢，刚好我回来我爸就死，就过了几个月，好了他那个一间房子呢，家里面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敢去住的。他们害怕，后来就叫我去住，我上面也害怕，但是我没有房子呀。没办法。真的没办法，夜里面天天都做噩梦。好，就睡到我爸那个床嘛。好，我就在里面住，那个房子有9个平方。那你的床换一下就是了嘛？天哪，要拿钱买不啦？没钱买呀。270块钱，你买了床买了个你吃什么？后来就在那边住着，好跟儿子2个人。儿子呢，有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呢，放假了还会到他爸那边去，就我一个人，真的不骗你。我那时候真的我胆子很小的，没办法，还要卖菜，你270块钱不够。好，我就开始卖菜。那时候卖菜呢，从我们洪洞老街骑车子要跑到武林路，那个就是一个潮安市场，因为走那边有批发蔬菜便宜啊。骑着3轮车上那个高架的那个桥，天哪，刮风下雨就不要讲了。我弟弟说你脑子有病啊，你一天能赚几个钱？我说能赚60、70。就是说你从93年回来以后，你要重新规划你的人生了。对呀，我还要369拿现钞。你叫我到人家那边打工，1个月才能拿1次那个钱，我又不够，接不上。我只好每天赚一点，能搞一点，所以我就选择了买菜。那么那时候你的没退休，那么工资有没有呢？有的呀，270块钱呀。退休了呀，就内退呀。内退。后来我就卖菜。哇，我弟弟都讲那个刮风下雨，有时候天冷都冷得要死。我弟弟说，那边有70、80块钱放那边，就100块钱在那个地方。你叫我现在骑车子我去拿那个钱，我都不会去的。只有你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我也没靠，没有人给我，连娘家的一口水都喝不到，真的喝不到。弟弟妹妹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，你去吃他们的饭啊，不可能的事。那婆家能不能支持你一点呢？婆家在安徽嘞。安徽的工资比我们还要差，怎么可能？有公公婆婆又没有，你靠的都是姊妹，你靠谁家也不行啊，只能靠自己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在那个9个平方里面，时间一长，好了，上面我讲句良心话，我的良心很好的，但是我的弟弟他们就很自私的，他们就认为我们在家里面占他们的窝了，很不忠心，说不忠心，天天给你挑毛病，然后就给我有的时候不开心了，就把我的东西往外面扔，叫我们滚，又到法院去告我，叫我搬走。后来法院说他在外面没有房子，也只好住这边。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我这个4个平方，法院里面判给我4个平方，叫我4个平方卖给他们，他给我一部分钱，然后我到外面去建房子，或者呢就是他们给我住，你出钱？我说我出钱，但是我妈说都是姊妹了，你就不能叫他出钱了，算了，就叫他住吧。那个9个平方，9个平方是包括烧饭什么都在里哦。你想想，哎呦怎么住啊？后来居委会也蛮好，叫我在那个外面，就在我的那个窗户外面搭一间小房子，因为那个窗户外面那时候房子是60几年造的，那个窗户木头都烂了，一到下雨哦。这个雨从窗户里面洒进来，那是都私房了是吧？私房都那时候不是水泥，都是泥巴做的那个墙，那个一下雨哦，那个泥水都往那个床上面搞，我一点都不是瞎说啊。那个床天天摸上去都潮漉漉的，哎呦我的妈嘞，真的不能睡，没办法。
可能就是为了儿子这个信念在支撑着你。哎，对呀，这一辈子为了孩子，不是为了孩子，我讲不好听，我早就自杀了，我都真的不是自杀，就说如果说孩子不回上海了，如果没这个政策的话，那么你就在安徽的。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。哦，我因为我在安徽16岁到安徽去的时候，一直是没把安徽当个好地方。那个地方哦，第一政策对吧，不是像人家很公开，很光明正大的，你没有权势呀，没有什么在那个淮南也非常的难熬下去的。所以我就想，一定要回上海。小孩子千万不能走我这个路了，一定要回到上海，因为毕竟是个大都市。我讲句良心话，后来你不是好像讲对中国家不满哦？我17岁下去，我只知道安徽这个规定政策各方面来讲跟上海不能比的，真的不能比。后来我一定要把小孩搞上来，刚好有这个政策回来嘛，我肯定要回来的呀。回来过以后后来就卖菜。卖菜你我的钱还是不够用，因为要交小孩学费，还要生活一天的开销，确实也不够。后来我晚上又卖烟，白天卖蔬菜，晚上还要卖烟，一卖到半夜。哎呦，后来干了2、3年，人实在吃不消了，开始吐血了，已经支气管扩张就开始吐血。后来想算了，后来旁边有个好心人说，那边有看自行车的。自行车不管怎么说，早上不要骑那么早，2点多钟就起来进菜，对吧？他你一个女同志很不容易的。那没有人帮你啊。后来他就跟我说，我说好呀，我就去看自行车，跟那个411门口看自行车，刚好对面有个好想来的饭店，西餐店嘛。后来我就白天看自行车，晚上呢回去放到那个门口呢就卖烟。这样子呢，就像人不要来回跑，坐那边也不行啊，也真的吃不消，没办法，一直等到干到什么时候，一直干到10年儿子买了房子了，好了就跟着儿子搬家了。那时你讲句良心话，大气候也不好了，你如果要摆个地摊，我晚上我还摆地摊，这边卖着烟，前面还放着地摊。从16部买的那个东西，买的就是那个什么小零碎商店、十字绣什么的，就放到面前卖。但是黑猫一直来冲我们的摊子，也过得是真的是很艰难的。这个呢，就是说你要维持些生活，这些还是儿子还要成家立业。就是这样，这个小孩的学费、成家立业，这个买房子，这个压力。是的呀，我在想着。你光是靠自己吃还不行，你还要攒点钱给小孩子明天。小孩子个大头啊！哎，对呀，你要有个小孩子要结婚啊，也要花钱，所以就拼命的在攒钱，拼命的就是讲，真的不骗你哦，这个手里面放下这个东西，想拿起那个东西干。我做那边卖烟，我从来没闲着，还要自己做鞋子，自己做衣服，你否则你都要买呀。是。我真的，我们家团的鞋子全部是自己做的。就在卖烟的时候，旁边对，空的是一边在做那个鞋子。真的，我讲句良心话，哎呦，这辈子真的够苦了，他妈的简直是几天几夜都讲不完。